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啊，都是本自具足的。如果被外界污染了，良心马上就消失了。我们常说被猪油蒙了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当我们没有看到钱的时候啊，觉得做人要凭良心哦。可是当我们看到钱以后呢，那4个字大家都很熟悉了，叫做见钱眼开，眼一开，良心就跑到后面去了。那么如何度外养类呢？无上圣玄微妙法，百千万世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无为真实义。今天咱们接着聊五音使人耳聋，跟昨天的五色使人目盲是一样的。为什么老子说啊，五音能够使人耳聋呢？首先我们看到什么是五音。中国古代把音分为5个音阶，叫做宫商角徵羽。当时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我们的五音要配合五行。比如说宫商角徵羽对应是土金木火水，跟东南西北和正中央也是对应的。耳聋也不是说耳朵真的是聋掉了而是一种状态。其实目盲也好，耳聋也好，下面要说的口爽也好，都不是真的要病了，只是一个比喻。老子是用这个事情来说明欲望过多会导致您失去最根本的判断。老子用这些孔窍，比如说视觉听觉味觉等等感官，用这些感官来代表欲望，因为它和心是相连的，它可以激发心里的欲望，产生各种的联想，会有各种渴望。但是心和欲望我们看不到，因此就用这些有形的感官来代表欲望。要说这个五色能让你产生多大的变化呢？这其实没办法真实的形容。但是这个五音呢，让您产生变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音乐吧，最能搅动人心的就是这个音乐了。有时候听到一首曲子，觉得这个情绪立刻就跟着改变。比如不悲伤的时候您听到一个特悲伤特哀怨的曲子，听完以后你会感觉到您像米十二练似的。这就是旋律、音乐、音阶、五音连在一起产生的魅力。这种魅力它变化无穷。孔子说一音绕梁，3日不觉一耳，可以让人3月不知肉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有记忆力。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呢？这就开始刷抖音的时候感觉到很新鲜很刺激，但是刷完之后又感觉到格外的空虚。因为人的记忆力会让我们对快感脱敏。当一个人习惯了反复被刺激和满足的时候，要想一直获得快感就得不断加强刺激的程度。您需要被更持续、更强烈、更深入的刺激，才能继续获得快感。长此以往，人产生快感的阀值会不断的提高的。比如有的人抽烟，从刚开始的2天1包到1天1包，到后来要1天2包，最后甚至要2根烟一起抽才有感觉。凡是和感官相关的一律如此，都遵循这个逻辑所以在刺激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呢，感官的功能就渐渐消失，就是老子说的五音令人耳聋。这个是从科学理论方面的解释。那这句话真正含义是五音代表人们对美好欲望的追求，代表一种欲望。如果一味任由这欲望来刺激我们的神经，久而久之就听不进去其他的声音了，您就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就容易干扰您的内心了，您就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了。这句话特别适合于管理者，因为本身《道德经》就是管理者的行为手册。作为一个管理者你每天听到的都是大家用各种美妙的言辞构成的赞美，对领导者歌功颂德我们的领导太英明了，局长您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您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
我觉得您太英明了，这个方针您不这么定的话呢，下面就乱了，等等。周围的人啊，全部都对你这么说话，那你还会容忍那些普通的声音吗？普通的批评会容忍吗？不会的。正常声音就听着没有劲了嘛，别人都对你这么说，你说的是另外一套，你怎么对我有意见吗？管理者如果说进入这种状态里面呢，就无法真正做出正常的判断了，搞不好公司的。所以老子讲的这种道理啊，是一种戒欲啊。有朋友说这个是给管理者讲的，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是管理者。错了，如果您在社会上不是管理者，在家里也是孩子的家长吧，最基本的我们都是我们身体的管理者啊。所以这句话呢，适用所有人。那我们要如何防止五音令人耳聋的情况出现呢？修养自己，回归本心。具体怎么办呢？我们要做到4个字：度外养内。何谓度外养内呢？度外就是杜绝外界的诱惑，养内就养我们的本真、本心和良知。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啊，都是本自具足的。如果被外界污染了，良心马上就消失了。我们常说被猪油蒙了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当我们没有看到钱的时候啊，觉得做人要凭良心哦。可是当我们看到钱以后呢，那4个字大家都很熟悉了，叫做见钱眼开，眼一开，良心就跑到后面去了。那么如何度外养内呢？度外有3宝：眼耳口。眼睛该看的才看，不该看的根本就不要看；耳朵该听的才听，不该听的根本当作耳旁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嘴巴该吃的时候才吃，不该吃的时候闭起来，什么都不吃。该讲话的时候才讲，不该讲话的时候装成哑巴，又有什么关系呢？俗话说啊，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养内也有3宝：精气神。我们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养神。道家养生最忌讳的就是耗神，所以有修为的人经常闭目养神。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整天张大眼睛东看西看，不停的刷手机，那都是伤自己的神呢。我们常说节俭节俭，物质要节俭，生活要节俭。其实现在的人呢，最应该节俭的就是精神。有个玩摇滚乐的年轻小伙子，每天穷尽耳朵去听去玩，后来啊，他失眠的特别严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啊，是消耗肾精过度啊，就是精神消耗过度。我们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而努力，这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我们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更高级的享受，这也是我们的追求。但是一天到晚被欲望操控，追求各种感官的刺激，就会失去主体，失去自我。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要度外养内，充实自己内在的实力，做自己的主人，才不会被外界声色犬马诱惑，才能在多元复杂的世界守住本心，活出生命该有的样子。如果您认同这句话的理解，请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将您的观点写在评论区，谢谢。